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漂过的头发会变成脏脏浊浊的绿色、蓝绿色，怎么处理，以及现在最夯的奶茶色该怎么做染发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模特儿。嗨，我叫雨洁。今天要做的呢，就是帮他做个改造跟整理啦。你今天想要怎么做整理？把这个蓝绿色的感觉可能弄掉吧，因为换个颜色。对，换个颜色，因为这颜色也蛮久的。对啊。基本上像这种蓝绿色啊，它已经卡色。卡色就是你不管怎么染回来都会变这个颜色。很多客人染灰色啊，洗那种角色洗啊、护色洗发精，到最后都会变成这种绿绿的、脏脏的那种颜色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颜色处理掉。然后长度嘞，你长度了解吗？长度修一下吧，应该把那个杂修的坏的修掉。对啊。然后我觉得刘海的话，可以稍微调整一些。好啊。因为像小杰她的鼻子五官是很挺的，所以刘海这一块不能太塌，因为太塌的话看起来没精神。所以平常在整理的时候，这边要有一定蓬度，所以刘海大概就会抓在下巴2个指节的位置，所以这一段要稍微修掉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整理。我们在剪长头发，大家记得我们在做修剪的时候，头发我们要先确定长度。那如果你放到后面剪的时候呢，很容易拨到前面的时候长度是有误差的，所以很多客人就会说，他只想要剪一点点，但是设计师剪完都变得很多，剪掉很多。所以如何避免这个问题，我会建议大家在剪头发的时候，尤其是这种长头发，可以拨到前面剪第一刀，就是把我们真正要修的一些分叉先修掉。这样的话，长度就确定都在这里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放到旁边或后面去修，也不会剪到太短。给别人弄也都是说5公分，结果变10公分。好，长度这样就确定完了哦。然后我们接下来把它放到后面，把角度做去除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后面要做去角的话呢，就是平梳下来，然后水平拉起来，你会看到这里有一块尖尖的位置，然后这个尖尖的直接做去除的动作，水平去除就可以了哦。这样完成之后啊，就可以看到啊，它其实后面会呈现出一个半圆弧的一个长度。那拨到前面呢，它就是一个低层次的内弯。好，那我们前面后面剪完，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剪侧面。侧面的话也是做去角的动作，我们拉到肩膀的位置，往旁边提拉出来。那一样把这个多余的角度做修除。以上这3个区域都完成啊，我们一个长发低层次的分叉修剪就结束了。那这3个步骤都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先来调整它的发色。颜色调整完，我们最后再来修刘海。刘海的部分我会留到最后再去修，因为今天要改颜色嘛。那改颜色整个视觉就会落差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刘海呢包含2侧修饰。就整个颜色处理完，再来做修饰就好了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帮它把颜色做卸色的动作，就是我们说的角色。那色彩矫正的部分呢，它其实跟我们的色彩学比较有关系。我们如何用相反对比的颜色去对冲，把它的颜色、色素、粒子抵消掉，而变回我们原本的黄底的颜色。一般染膏在黄底颜色上色会比较容易达到我们要的效果。那像这种卡色的位置啊，比如说我要再染其他颜色，其实是很难染的。像这种就是大家很常见，染灰色之后，然后你洗角色洗发精，就是那种有颜色的洗发精所呈现的，你会觉得它就是黄黄绿绿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今天最主要教学就是我们这种卡色的绿底该怎么做抵消。在做角色之前呢，我们要先了解对比色的概念。那对比色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这种色盘，像这种色盘呢，就是让你了解，这支染膏的颜色大概在哪里。但是我的运用方式呢，像它的头发，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黄带绿还有灰这3个颜色混杂在一起。那我们以最多的颜色来看，就是绿色、蓝绿的颜色。那我们就在这个色盘里面找到蓝绿、蓝色、绿色、蓝绿。好，对比色呢，就是它对面的颜色，看过来，橘色跟红色、橘红的颜色。那我们等一下卸色的处理呢，就是会用红跟橘的颜色去做一个对比的一个效果，让它把颜色可以直接去除出来。
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先帮他把头发打湿，打湿完成，我来调配配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帮他调配我们的药水哦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呢，除了是把颜色退掉之外，还要再做一个对比色的角色的动作。那我们今天用到就是以下几个工具，你一定要有一个磅秤，你要去调配跟测量它的比例。不管烫发或染发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准确的比例，这样调配起来你才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记录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就需要一个蓝丸，我们要装我们调配所出来的药水所使用的。那我今天会用到最主要的东西呢，就是蟹色粉，还有双氧水。蟹色粉呢，你的选择可以选择漂粉，那不管是白漂、蓝漂都可以。那蟹色粉的浓度它就不会那么强，所以我选择蟹色粉，因为它之前就漂过头发了。然后双氧水的话，我选择的是6%的双氧水。然后你还会有一个深层的洗发精，以及我们在做对比色的洗发精。这2瓶呢，主要是橘色跟粉红色。那这2瓶就是等一下我要做一个对冲的一个效果。那如果没有这种上色型洗发精的话，你可以选用有色素的加强色的蓝膏，那只要1克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只要1克橘、1克红，这样就可以做一个抵消了。那今天呢，我选择就是像这种有色素的洗发精，它可以直接做一个色素抵消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准备调配。调配的比例啊，跟大家讲一下：1份的蟹色粉，1份的双氧水，跟5份的洗发精。那我们刚刚说过1:1:5，对不对？那5份的洗发精里面呢，我又会分1份的红色、1份的橘色跟3份的洗发精，这样整个调配起来就可以完成了。那我们就先快速调配给大家看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像这种洗发精挤出来颜色就是像这样，它是有色素的洗发精。那我们现在调配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搅拌在一起。搅拌在一起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涂上去，就可以做一个卸色的动作了。好，大家有看到我们现在把它涂上去了，它像这种对比色的效果呢，就可以让它里面的蓝色跟绿色啊，直接做一个消除的动作。那如果你们没有卸色粉，你可以用漂粉。那漂粉的话，双氧水的程度就可以往下降，比如说降到3%或6%，不要超过6%以上。因为6%的话，它打开毛鳞片会太多，就等于说漂粉呢，它其实是在做氧化跟导入我们这个色素的效果。但是你单纯只是用漂粉，你漂完的时候颜色会跑有一点橘橘的，它还是脏脏的效果，所以我们才会加入这种色素的洗发精去做一个对比色的角色。因为这样等一下我们洗起来颜色它就会变得比较干净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快速的上色。那我们就期待它等一下调整起来的底色。好，那我们已经把它卸色粉已经卸掉了，那也洗干净了。那让大家来看看它卸色后的效果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它这样它头发的绿色就都不见了，变得非常的干净的橘黄。这个就很像是我们头发去漂完1到2次的颜色，所以底色变得就很干净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就没有那种杂七杂八的颜色在上面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只要进行染发上色。那我今天帮它选择颜色呢，是比较偏奶棕色的颜色。那黑发的部分呢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咖啡色。发尾的位置啊，它就有一点奶棕色的效果。那颜色呢，我会选择一次上色，所以它起来也不会有太大的落差。那在染之前呢，一定要先把头发梳顺。比较打结头发，我很推荐大家用这种梳子。这种啊，算弧形梳，然后它的鬃毛很特别。它可以让头发这样一梳就顺，尤其你要知道哦，漂过头发是非常难梳的，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在染之前，或者是你平常有染烫，在洗完头发要梳头发的时候用这种梳子，它非常的方便。那像女生这样梳完就好，那像这个男生的话，吹我这种角度，直接简单的一个技巧就可以完成。如果大家对于用这支吹男生技巧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，我之后再拍影片教给大家。那我们就先帮它上色，上色完之后再让大家看看整体起来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哦，我们发根的药水已经上完了。接下来啊，我们要准备就是上它发尾的药水。我们发根是黑发，所以我们分开做处理哦。为什么要分开做处理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发根如果你用太弱的染膏，它颜色会过不了。但是如果发尾用太强的染膏，它受损度会太高，所以我们才要把上色的颜色分开调配。好，
好，那我们现在颜色已经完成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这种奶棕发色，它会有一点粉棕的效果，因为我刚刚最后在洗发精的时候啊，加了一点点的粉红色进去，我就让它的颜色的光泽度的感觉像这一种。它就是奶茶色带一点棕色调，这是今年夏天非常流行的颜色。那我今天帮它做的啊，我并没有在做漂发，我今天帮它做的就是颜色校正，就是用对比色去把颜色先冲掉，因为它本身就漂过了，所以把比较杂的颜色先对比洗掉之后呢，再来做上色。这个发色效果有没有像外国人发色那种感觉？然后特写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像这样的质感啊，它的效果是变得非常好的。而且就不会像原本那一种很脏很杂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光泽度有没有觉得发质变得非常好？好，那这个造型到这里就完成了。大家觉得造型前跟造型后的感觉有没有差呢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就很像外国人，外国人风格，直接从菲律宾变到美国人，变到欧美人，对，变欧美人。然后像他这种啊，因为我们顶部啊黑发部分没有做漂发，所以我用比较浅的染膏去上。大家有看到我刚刚染发的时候是分上下两段嘛，所以它的颜色呢这边就是比较浅棕色，那漂过位置啊就是我们说那种奶茶色的效果。但大家记得哦，如果要染这种奶茶色，你如果是黑发没有漂过的话，一定要先漂过才可以染出来。如果你是黑发的话，顶多就是染出这种浅棕雾感的发色而已，它是没办法到这么奶茶的效果的。所以啊，如果有设计师跟你说不用漂就可以染出奶茶色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，因为顶多就是浅棕色而已。所以如果喜欢这一种奶茶色的效果，你又有漂过头发的话，那就可以找你的设计师赶快跟上这个发色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改造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感谢小杰，我是小杰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对今天内容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在这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给你分享。对今天使用的工具有兴趣的同学，可以在下方资讯栏做购买。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记得按一个喜欢。这边附上 IGFB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跟我预约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